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33岁陈都灵一组美图惊艳全网，网友痛惜出道至今之演一部仙侠剧，还是女配戏份太少，如今咖位上升了，赶紧接大女主吧。前2天，陈都灵工作室发布了一组剧宣图，挂薄白纱长裙配着繁花背景，一台演绎垂眸，全是东方美学的韵味。光影落在她身上，清冷又贵气。有网友直接说这哪是照片，分明是流动的工笔画。这已经不知道是陈都灵第几次因为外形冲上热搜了。2026年非遗春晚上，她一袭水墨青花旗袍亮相，盘发配珍珠耳坠，手持定瓷茶盏，瞬间美上热搜。网友集体刷屏姐姐快把旗袍焊在身上。问题来了，长着这么一张为仙侠而生的脸，出道11年了，正儿八经的仙侠剧居然只有一部《长月烬明》，演的还只是女二，戏份少到前8集只有17分钟。而现在，33岁的陈都灵刚刚在《岳林奇迹》里创下了内娱首位双平台一番，女主角色热度均破亿的纪录。粉丝们急了，别浪费了这张脸和这个咖位，赶紧去接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仙侠大女主吧！为什么全网都在说陈都灵的脸就是为仙侠而生的？先别急着讨论资源，先把陈都灵的外形到底有多适合仙侠这事说清楚。这不是粉丝滤镜，是实打实的客观条件。陈都灵199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，2015年演《左耳》里的小耳朵出道时，他还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霸，一张证件照被网友封为全国校花之首。但那时候的他干净的像张白纸，气质偏温婉清冷，离仙侠世界里的那种仙还差一点火候。最近这2年，他的气质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，褪去了学生时代的青涩感，眉眼间多了几分成熟和故事感，再加上本就精致的古香，恰恰契合了传统审美中清水出芙蓉的标尺。有媒体形容她像从历史长河捞起的古玉，温润外表下藏着尖刚风骨。不管是《岳林奇迹》里的白发狐妖造型，还是《乔楚》里的红衣战袍造型，她都能穿出这不是衣服穿人，而是人穿衣服的浑然感。她身上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特质，仙侠女主要么需要自带神性，要么需要带点破碎感，而陈都灵这2样都有。神性来自她骨子里那种不怒自威的清冷，破碎感则来自她眼神里偶尔流露出的脆弱和无辜。这种矛盾感是最难拿捏的，太冷会像冰山，太柔又撑不起大女主的场子。陈都灵恰好卡在了中间那条线上，既有仙的疏离，又有人的温度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外形条件这么适配仙侠赛道的演员，出道11年，却几乎没有演过像样的仙侠女主。这不是她不想接，是市场给她贴了太久的清纯校花标签。送到她手里的剧本大多是现代青春题材，角色同质化严重。她也曾在采访中坦言，从左耳之后会找到我的角色大多是偏青春的现代的戏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她不想演仙侠，而是仙侠剧根本没给过她机会。扒一扒陈都灵的仙侠履历，11年了，只有一部《长月烬明》。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，陈都灵出道至今，真正算得上仙侠剧的，只有2023年的《长月烬明》一部。如果把古偶和仙侠做一个粗略划分，她演过的古装作品确实不少，比如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《大梦归离燕回时》等。但这些大多是古装宅斗或古装悬疑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仙侠玄幻。仙侠的核心特征是修仙、法术、神魔人3界交织，而《长月烬明》正是这个赛道上的头部大制作。然而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她在剧中演的还是女2号叶冰裳，不是女2号这个身份有问题，
有很多优秀演员都是从女二号开始崭露头角的，问题是戏份太少了。长月烬明播出前8集，男主罗云熙戏份235分钟，女主白鹿200分钟，男二邓卫29分钟，而陈都灵只有17分钟。17分钟是什么概念？平均每集只有2分钟出头。一个演员进组拍了好几个月，最后剪出来连一个完整的故事线都没能拼齐，这种感觉换谁都的憋屈。但反转来了，就是这少得可怜的17分钟，陈都灵硬是靠着面如观音、心如蛇蝎的人设杀出了圈。他饰演的叶冰赏自幼缺乏安全感，逐渐拉满黑化进度的庶女形象，以及后来出世的蛇族圣女天欢，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主角白鹿，在网上形成了都门、欢门、冰门等相关门派的说法。这里值得深挖一个点，为什么配角能先捉？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陈都灵确实演得好，他在一人分饰3角的情况下，理清了3个角色的动机差异。叶冰赏的坏源于处境，天欢的恶源于天性，末女的立场则来自阵营。这种精准的人物拆解能力，不是随便哪个流量演员能做到的。另一方面，也暴露了当下仙侠剧的一个普遍问题：女主角的人设越来越模板化、工具化，反而配角因为有更多发挥空间，更容易出彩。观众不是不喜欢女主角，而是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善良、忍让、为爱牺牲的女主。叶冰赏那句"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去爱"，能成为刷屏全网的出圈台词，说明观众的审美早就变了。大家想看的是有血有肉、有欲望有挣扎的复杂女性角色，而不是一朵完美的白莲花。从另一个维度来看，陈都灵在《长月烬明》中的表演风格也很有意思。她没有靠夸张的妆容来塑造反派形象，而是依靠微表情和细节处理来呈现角色的变化。这种不依赖外化手段的表演方式，在仙侠剧里其实是比较少见的。大多数仙侠剧的演员更依赖于服化道和特效来撑场面，真正靠表演立住角色的不多。而陈都灵恰好是那个少数的例外，也正是因为他在极其有限的戏份里完成了这种角色质感的输出，反而让观众产生了意犹未尽的感觉，进一步放大了对他戏份过少的不满情绪。从戏份17分钟到双平台热度破亿，咖位已经不一样了。2年过去，陈都灵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如果说长月烬明时期她还只是一个被看见的女配，那现在的她已经完成了从配角到大女主的蜕变。最直观的数据来自刚刚收官的《岳林奇迹》，这部由郭敬明执导的古装奇幻剧，空降开播仅52小时，优酷热度破万，刷新了平台2026年的最快破万纪录。陈都灵在其中饰演狐族大祭司勿忘言，一头白发蓝衣的冷艳造型直接刷屏全网。凭借该角色，他的优酷角色热度突破1亿，加上此前在腾讯播出的《宴回时》中庄寒燕热度突破2亿，他成为内娱首位在腾讯、优酷双平台均达成一番女主角角色热度破亿的演员。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：陈都灵在《岳林奇迹》中几乎没有任何官方后援会的加持，全靠散粉和路人粉的支撑完成了这个热度破亿的成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观众盘是实打实的，不是靠粉丝控评和数据女工刷出来的虚假繁荣。一个演员能在没有后援会的情况下拿到这种成绩，说明他的国民度和路人缘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扎实的程度。另外，他的待播剧资源也在密集布局中。由他领衔主演的古装权谋大剧《翘楚》，平台预约量已突破50万。陈都灵饰演智勇双全、重生破局的将军之女楚朝，德塔文角色贡献峰值达91%，
充分印证了其作为古装大女主的市场认可度。还有九重天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等多部待播作品，2026年无疑是陈都灵的丰收年。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些待播剧，古装权谋、古装奇幻、科幻悬疑，品类倒是挺丰富的，但唯独缺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仙侠大女主剧。权谋剧有乔楚，奇幻剧有岳林奇迹，这些都没问题。可是陈都灵的外形条件和表演特质，最适合的赛道恰恰是仙侠那种可以飞天遁的，展现她清冷破碎感和神性气质的仙侠。一个演员最怕的不是没有戏拍，而是在最擅长的赛道上被耽误了最佳时机。33岁这个节点，为什么不能再等了？陈都灵今年33岁。这个年龄在女演员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微妙的节点。往好了说，33岁意味着成熟、有阅历、有沉淀，很多好角色恰恰需要这个年龄段的演员来驾驭。往坏了说，仙侠剧这个赛道对女演员的年龄要求确实存在隐形的天花板。毕竟大部分仙侠剧的叙事核心还是围绕年轻女主的成长线展开的。但换个角度想，陈都灵的学霸体质和工科思维，恰恰让她在33岁这个年纪比20多岁时更适合演仙侠大女主。她曾在采访中透露，为了演好《长月烬明》中的叶冰裳，她多次向编剧请教角色的来龙去脉，试图在逻辑上寻找能支撑角色行为的动机。这种先把人物逻辑理清楚，再用表演去填充的工作方式，本质上就是一种工科思维，从底层架构出发，再逐层搭建。他自己也曾坦言，越是难以共情的角色，就越需要通过一些表演上的细节，找到心理支撑，让人物更加落地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那种靠灵感和天赋演一条是一条的演员，而是会用理性去拆解角色，用逻辑去构建表演的演员工程师。仙侠剧的劣势在于世界观庞大，人设复杂。很多演员接仙侠剧本的时候，连人物动机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演了，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穿着古装说现代台词的违和感。而陈都灵的工科思维，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利器。他能用自己的方式把一个虚幻的仙侠人物从纸面上搭成一个立体的、可信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这种能力在他现在这个年龄和经验积累阶段，反而比刚出道时更强。再看他最近几次公开亮相的表现，巴黎时装周上他一头俏皮短发配红黄蓝撞色裙装，外媒生图里状态依然能打。宝诗龙珠宝展上一身黑色垂褶长裙，利落高盘发，带着孔雀羽毛项链，直接被封优雅黑天鹅。这些场合考验的不仅仅是颜值，更是一个女明星的仪态和气场，而这恰恰是撑起仙侠大女主所需要的核心素质。仙侠女主不是站在那里念台词就行，她需要有强大的气场让观众相信她是那个可以呼风唤雨、拯救苍生的存在。最后还得提一嘴陈都灵2023年入行初期那个看似不务正业的背景，南航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毕业。这个背景在很多人看来和演员这个职业毫不相干，但正是这种不相关给了他一种大多数演员不具备的思维定式。他在采访中说，自己在理解角色时习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，就像在自己的记忆里找答案，去填满角色的样子。这种思维模式其实很理工科，先拆解问题，再寻找解决方案，最后付诸实践。放在仙侠大女主的角色塑造上，这意味着她不太可能给出一个流于表面的表演，而是会在每一个角色的底层逻辑上做足功课。33岁的她拥有11年表演经验的积累，再加上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，
可以说是到了仙侠大女主的最佳状态，既有颜值和气质，又有演技和阅历，还有一套完整的角色建构方法论，万事俱备，只差一部好剧本。演员和角色之间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，外形是天时，阅历是地利，市场和咖位是人和。这3样东西，陈都灵现在都齐了，唯一缺的就是那个能让她穿上仙侠华服，撑起一部剧的女主剧本。